醒了。魏无羡迷糊着睁开眼，就听到耳边这声轻柔的问候：“先吃早饭吧。”坐在床边的人指了指床头柜上的早餐，端起牛奶道：“还是热的。”他头有些疼，不仅如此，身上也一阵阵地酸痛。蓝忘机在昨晚替他换好了睡衣，所以刚醒时他并未想太多。可此刻只需不经意地低头一看，前胸脖颈处满片的红痕就显得分外扎眼。蓝忘机及时握住他的手，轻声问道：“如何？还难受？我们昨天晚上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啊？”他有些艰难地问出口，床边的人脸色却一变：“不该的事？昨晚明明是在他同意之后自己才敢，现在这般，他是打算不认账了吗？”“也是，他昨晚醉着，或许根本就搞不清楚你问的是什么。”魏无羡也就这么一问，他自己的身体自己还能不清楚？纵使心里明白，可还是不太敢接受这个事实，自己怎么就跟他搞到一起去了呢？自己的糟心事已经够多了，现在更是乱上加乱。他愁苦的模样刺痛了另一人。蓝忘机放下牛奶，垂眼说道：“一切都随你的意思，你若是不愿，那便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吧。”话语里没有任何不悦的情绪，似乎他只是在平静地诉说着一个事实。可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魏无羡虽然忘记了昨晚两人的对话，可也了解蓝忘机的为人，这其中必定是有什么误会。蓝湛，我酒品很好的，就算是喝醉了也不会乱说话的。魏无羡挠挠头发道：“所以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昨晚说了什么？你又说了什么？我问过你，你说你愿意。”上午的戏份结束后，两人一同回了化妆间，准备点午饭。魏无羡没想到温宁这个时候居然会给他打电话。怎么了？又出什么事啦？不是，魏哥，是有个新通告，问你有没有空能去。新通告？魏无羡惊讶地重复了一遍，声音略大了些，同时也吸引了蓝忘机的注意力。是啊，有个采访找你，能增加曝光挺不错的。可是魏哥你戏还没杀青，接采访又不太好，你傻呀？知道不好还问我，不接不接。魏无羡烦躁地回道，他只想安心拍戏，才不想管这些蹭热度啊、炒作什么的。这些媒体放着大影帝不采访，为何偏偏找他？不就是想挖料？他敢保证，给他准备的问题绝对三句不离蓝忘机。倒也不是对蓝忘机有什么意见，他只是想能拥有自己的事业，并不想别人把他作为其他人的附属品。魏哥，你先别挂电话，我还没说是哪个节目呢，我怕自己擅自推掉后，你知道了会生气，所以才来问你。节目名字是《今晚月色真美》，光看名字就让人感受到无比的暧昧气息，且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关于什么的栏目，无非是明星之间的情感问题，分分合合、结婚离婚等等。可偏偏这些就是广大八卦网友和吃瓜路人最喜欢看的事情，自然而然，其收视率也可见一斑。至于温宁为什么一定要问他的意见，这个原因有些令他难以启齿。月色是他最爱的一档节目，既不是因为他有一颗八卦的心，也不是因为他有情感问题需要解决，纯粹就是欣赏此节目的一位常驻主持人而已。这样一权衡下来，他立刻陷入了纠结当中。怎么了？蓝忘机走过来，看着他和戏中相同的愁容，恨不得伸出手给他抚平了。我刚刚听到了通告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你觉得这是好事？我现在的身份，他没再说下去，想着蓝忘机应该能懂。这个关头出去抛头露面，就是自找麻烦。那就留在片场，等杀青后再去。可是，哎呀！魏无羡随便拉了张椅子坐下，道：“你不知道，那个节目我可喜欢了，几乎每期都看的。”蓝忘机听他这样说，竟有了些许兴致，便坐下来问他是什么节目的通告。魏无羡不好说出来，打开手机调出一个界面，伸到蓝忘机面前。对方看着屏幕上的6个大字，以及周围用粉色点缀的浪漫背景，竟是轻笑出了声。哎，你笑什么？他瞬间就像受了惊的兔子一般跳起来，虽然这人笑得好看，可被嘲笑了这件事还是让他觉得不爽。没有笑你，他脸上的笑容只是一闪而过，下一秒就恢复了一贯的表情。你若是喜欢，未尝不能去。可我
那个节目流量太大了，我不想抛头露面。他说着说着，情绪便低沉了下去。况且我又没什么感情经历，也不是流量明星，他们能问什么？他想起了自己出道以来闹得最大的那件事，也只是相比之下闹得最大而已，不禁苦笑道：试问我能拿到这部戏，是因为以前被投资方潜规则呢，还是现在被你？抱歉。他话说到一半才惊觉不妥，急忙解释道：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说话不经过脑子的，没有冒犯你的意思。虽然他话说得重了，但如今就连局外人都心知肚明，没有人会觉得他拿到这个角色是因为实力的。而谣言这种东西，自然是照这个方向传，才看起来最为真实。蓝忘机向导演推荐了他出演南艺这件事，组内知道实情的人都不会认为蓝影帝是与他私交甚好，而是只会往金钱交易或其他交易上想。蓝忘机又何尝不知道，从他接下这一部戏开始，各种恶劣的揣测已经开始蔓延了。反正我不是说你，他越说越乱，甚至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收场。可蓝忘机的注意力显然不在后一句话上，他脸色有些难看，心里一阵酸涩，想起那晚自己问的问题，似乎已经有了答案。你说以前潜规则怎么回事？蓝忘机紧着眉头，接着问道。魏无羡才意识到自己不仅说漏了一句，眼神四处飘忽几下后，回道：没怎么，我胡说的。他若是像往常那样嬉笑着说出这句话，蓝忘机肯定会相信。可现在，那人的脸上明明就写满了隐瞒2个字，他也顾不得什么礼仪，站起身抓着面前人手臂就追问道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以前的事我不想再提了。魏无羡转过身，像是被逼急了般，眼眶隐隐发红，你也别再问了，行吗？他这话已经含着怒意了。闻言，蓝忘机垂下头，低声应了句好，两人便都沉默了。所幸有突然的电话铃声及时打破这尴尬的氛围，蓝忘机拿出手机按下通话键，随后道：外卖到了，我去取。待到他离开后，魏无羡才懊恼地扶了扶额头，心叹道：自己这脾气还真是该改改了。温宁也曾说过他的性格容易得罪人，要是把蓝战兄生气了，他可就不好混了。他不知道蓝忘机为何会对他的往事如此感兴趣，不管怎么说，他们也并没有很深的交情。没过几分钟，蓝忘机就提着2个袋子回来了。他先是打开餐盒，确定哪份是魏无羡的后，再放到那人旁边。魏无羡照例到了生蟹，看到自己餐盒里的菜时，却是略有些惊讶。午餐是蓝战点的，他只说了自己的菜要越辣越好，可没想到这些菜样都是他喜欢吃的，一时之间忍不住惊道：蓝战，你是会读心术吗？你怎么会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呀？他没有听到回答，疑惑地转头去看，却见对方已经开始进餐，好似没听到他的话一般。